星辰的脑这部作品，留意我频道的观众们一定不会陌生。就在最近，他们发布了最新力作 Puppet， 正如游戏名的中文翻译那样，酒馆宠物。游戏 UI 上的女孩们将会成为我们中世纪幻想世界酒馆里的超级吉祥物。第一位女主盗贼安托，曾经主角冒险队伍中的盗贼角色，在男主儿时就常伴身边。孤儿出身的她不仅是我们的青梅竹马，还曾与主角在战场上共同出生入死。当然，在兵团中共生死的也不只有她，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可以说，无论是情谊还是羁绊，都是安托与主角最为深厚。第二位爱丽丝，这位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和主角同样出生入死的伙伴之一。但是一次危险的冒险，她被魅魔设下诅咒，永远无法和所爱之人亲密，不然就会被魅毒致死，可以说纯纯的苦命鸳鸯。第三位赫蒂，小城中的贵族妇人，身份显赫，表面上冰清玉洁，生人勿近。但其实若说所有女孩中谁最奔放野性，那也就是她了。曾经百人斩的她，如今背负婚姻，可谓是忍耐颇久。相信各位也从这三位少女的人设中看出，游戏的可玩性很足，量大宽爆。三位角色各有10条 CD 动画，总共30个动态 CG， 真可以说是游戏大制作了。而且不同角色的不同性格，照顾了众多受众的叉 P。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一段英雄归乡的故事开始讲起。男主曾是帝国的重要骑士，久经沙场的他早就受够了战场的厮杀和同伴的阵亡。在一次绝密任务过后，他放下了一切，踏上了落叶归根、返乡养老的生活。在包下一间废弃很久的酒馆，并为其取名醉狗酒馆后，我们正式开始了游戏的主线故事。可是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一抹红色出现在了视线当中。我们的青梅竹马兼战友安托在四处奔波寻觅情报之后，终于再次寻到了主角身边。一阵叙旧和亲密的拥抱后，我们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不仅是要为无辜弃走而道歉，更是对旧日军旅生活的怀旧。我们要用牌桌游戏定价胜负，输家要道歉并无条件满足赢家一个条件。相信各位老司机们肯定看出端倪了，满足任意条件不对劲。没错，牌桌上甚至还有爆装备环节，有人一旦输掉某一回合，牌桌上还要爆掉自己的身上一件装备，直到对方身上一无所有，可谓相当刺激。牌桌上我们要玩21点游戏，熟悉的玩家们肯定非常熟悉，不熟悉的想必也非常不熟悉。简单概括就是我们闲家要把手上的数字牌面凑齐到21点就算赢，如果我们手上的牌加起来超过了21点，就算爆牌直接输掉。而小于21点的前方就要和庄家比大小，看谁更大谁就赢。如果庄家手上的牌大于21点也算爆牌，会直接输掉，非常简单。这边进入牌局，我推荐各位不要在乎牌桌上的压注大小，因为扑克游戏其实就是在为剧情进度进行判定，赢了看 CG 进下一段剧情，输了也没啥惩罚，各位慢慢积蓄力量再来即可。所以一上牌桌我们直接加入最大筹码，这样就可以缩短牌局，用最快速度速通游戏，最多赢3把就可以结束。而如果各位想要享受一步步让对方放下防备，然后一柱擎天，则可以慢慢用最小的这个筹码去磨一下，即可解锁对方赌狗真面目。在我们首次诞生安托后，主角直接上演了一波什么叫做不识时务。明明牌局前安托早就多次暗示，じゃあもっと大きくかけよう。マスター、もし10回中3回勝てたら、私をお嫁さんにするっていうのも。もちろん、私が負けたら、体で払うのもあり。可是我们的主角就是装作不知，直接给出了带我去地下城的请求。但是看在安托如此卖命卖弄自己的情况下，在第2天城门口冒险者集结队伍中，我们也是非常被动的狠狠揩了安托一把油水，真的是表现得极其不情愿啊！冒险的时间结束后，我们再次回到自己经营的小店，可以说地下城冒险只是我们这位久未出鞘的老英雄生活的小插曲。日常赚钱，我们除了可以在女主的牌桌上，当然大多数情况也赚不到什么钱，甚至多数都是赔钱砸钱，然后去解锁 CG 解锁剧情这样子。主要的赚钱方式就是给酒馆客人调酒服务，就像是众多酒吧运营的游戏一样，我们需要按照他们的需求，然后去调制不同的鸡尾酒。当然前期就是调一些乱七八糟的混合酒水，根本就很难赚到大米。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手上的资金去研发招牌酒水。我们可以在调酒结束的选妃界面当中找到研发酒水，最便宜的招牌酒水每一杯最少就可以给我们赚到
到280斤，是倒造酒水的3、4倍之多呢。我们前期就需要赚钱研发酒水，然后赚到足够的大米之后，消耗在各种道具和扑克游戏上。如果各位一把牌就结束，没有什么经济，就可以多调几次酒，然后走商店选项，不去选妃，跳过商店购买的物品，继续资产，这个样子。各位前期把雾花酒和比较贵的冰结之息解锁，这样子就可以做到各位每一次调酒结束都能够赚到2000金这样。为日后的攒钱买道具、攒道具至关重要。各位不要觉得跟人机打牌会很没劲、很轻松，每个角色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技能，像是安托最让人头疼的技能，便是会在我们使用道具时偷取我们的道具为己所用。前4次游戏的难度非常简单，但随着我们把关卡推到第5关，安托也好，其他角色也好，都会开始频繁使用自己的技能和道具，难度指数增长。一次对局把经济彻底拖垮也不是不可能的。到那时不怕你不用道具，就怕你道具攒的不够多，所以一定要懂运营啊，兄弟们。回到剧情，安托对我们上次的不领风情表示出了不满情绪，在进行了2次警告之后，第2关我们也是很轻松的赢下了。回想起上次的警告，还有这次不愿再当跑腿小妹的请求，我们又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安托这次只有2人共赴地下城。私、約束は絶対に守るから。今度の冒険は私たち2人だけ。もう誰にも邪魔させないよ。つまり、あんたの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からね。哇，他如此积极，我哭死。まさか、間違いない。私がずーっと探してた。やっと見つけた。これでゲームに勝てなくても酒場が買えちゃう。待っててね、宝箱ちゃん。场景如此美丽，氛围如此暧昧。老大，我被奇迹卡住了，救救我！然后我们的主角选择了直接跑路，留下了和宝箱怪亲密接触的安托。哎呀，你这逗狗呢！哇哦！我如果是安托，我都忍不了，好吧？这简直就是究极羞辱。可想而知，安托这不仅是被拒绝了，甚至还被主角设计耍了一通。换着边牧过来，边牧都想报复回去。第3关了，今晚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面对主角一次次不解风情的做法，一次次含糊不清的态度，这次他选择要报复回来。今日こそは頑固者にしっかりと教えてやるんだから。怒了吗？有点。観客の皆さん、アンバーの演技はいかが？でも、マスターにこき使われて、アンバー疲れちゃった。チップもらえたら頑張れるんだけどな。可再进阶一步呢？怒了。再大胆一些呢？主角彻底封关。あの時悪い顔してたの見逃してないからね。早く助けてくれたら破けた服の代わりを買い足さなくて済んだのに。もう女の子のファッションに口出ししないで。それに店のおじいさんがいいもの売ってくれたんだから。男の人はみんなこういう服が好きだって言うから。マスター、着てあげようか？家に入れてくれるならね。それってついにお持ち帰りってこと？本来这副兔女郎的装扮应该是只穿给我们主角的，可奈何前面糟糕的表现，安托才会出此下策激怒主角。当晚他跳了很久，被激怒的主角让他就这个姿势跳到深夜酒馆打烊。期间即便被激起了欲望，酒客们也不敢对安托下手。マスター、もう私を置いていかないで。即便表现夸张，但确实是好女孩啊 ，bro， 你再不雄起，这真是不是男人了。次日回忆起往日种种，曾在军团服役时期，面对将被别的军官带走的安托，男主不顾一切将其留住，2人情谊早就无比深厚，就差捅破那一层窗户纸了。那个小女孩不就是我一直战斗的理由吗？老规矩，当2人产生矛盾，扑克决输赢，输者要向赢家道歉并满足一个愿望。安托在向主角道歉后，说起了一路寻找主角的辛酸。
欢。明明我一直在等你，可为什么没有把我当做过女人来看待呢？我昨天表现的这么过激，就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啊，笨蛋！ハンバーが他の人に寝取られるのを見たいなら、今夜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を楽しみにしててね。在这种羞愤之中，今晚的表演又开始了。只不过有男主的干预，没有人敢接近安托。自分でやらないくせに、他の人にもやらせないなんて。バ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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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猎奇的地方来了，兄弟们！主角显然是被激怒的红温了，一方面是惩罚，另一方面则是承认这段关系的开始。于是我们的主角亮出了自己沙包一样大的拳头，狠狠满足了安托。哎呦我操，这真是无情铁拳啊，震撼首发。在那次激情拳击 CG 过后，二人确定了关系，剧情之后就没有太多波折了。之后的牌局其实就是一些小打小闹的游戏，还有一些承诺，要么就是牌桌上和酒保大人一起玩牌啊，要么就是去地下城找点能提高兴致的史莱姆年夜啊，要么就是去地下城去录像，或者是去地下90层的特殊地点约会这些。唯一一个比较危险的片段，则是在第5关时，酒馆来了神秘委托，需要消灭108层的变异爪蛇蛙。哎呀，好拗口啊！而且还需要爪蛇蛙的大脑。在安托主角和一众冒险者达到108层后，却被贵族委托人们用麻痹戒指硬控，原因竟是看到安托后见色起意，我不要什么爪蛇蛙大脑了，玩魔物哪有玩人更有意思？说干就干，立刻改变主意，开始偷袭主角和安托。他不仅想自己玩，还想把安托抓去成为各个贵族老爷们的玩具，可以说是经典的牛头人展开了。酒保老大，我已经是那些臭臭贵族们的形状了，可惜技差一筹。只见一道寒光闪过，一剑破万法，主角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硬扛了魔法攻击，一招让委托人人手分离，可谓大快人心。安托在这场人祸当中可谓功不可没，禁锢后的盗贼没了速度和藏匿优势，于是他就开始装扫唐了这个坏逼委托人一手，让邪恶贵族成功分散了注意力，使得成功获救变得更顺利。哎，裤裆，哎，贵族，终究在关键时刻小头控制大头了。然后安托就保持了刚刚那个姿势，和主角在贵族尸体上一阵起舞啊。旧时，安托与主角本就惺惺相惜，是无间的战友，在无数孤独岁月里，又是一起长大的青梅与竹马。如今，新的身份，新的生活，两人依旧相互共患难，不离也不弃。安托的故事线也就这样慢慢走到了尽头。我们也是最后买到了婚戒，在安托的生日庆祝上与他共赴连理。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想吐槽，哥们儿，你们是真的不藏着掖着呀？这段 CG 里一直在光天化日，所有人的注视之下起舞就算了，就连穿婚纱、结婚典礼上，你们也要找一堆观众来看。关键是这帮观众还特别喜欢就地欣赏，多余的事情什么都不做。不是哥们儿，平常酒馆里喝酒，你们搞1-2次得了，起舞这么多次，我都要看出心理阴影了。安托线我个人观感还是不错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什么牛的地方。最后两个人也是好好在一起了。最终结婚 CG 出现之前，我都还算蛮感动的啊。当然，花架动画一出，我也是感动了一下，好吧。最后我还是要提前给各位进行说明，如果各位喜欢清淡小清新的画风和 CG 触发，那么这款游戏似乎并不是很适合你们，因为啊，在 CG 和动画画面上面，这个游戏都非常的大胆和奔放啊，很适合喜欢张力的玩家受众。这样的两个角色还有玩法的通关要领，我会在后面2期影片给各位放出讲解。感谢各位收看，如果说你们喜欢本期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3连支持一下主播。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